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无缝的一个循环。我们先看一下具体的动态。OK，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态，很简单，对吧？但是呢，其实是用 Graph Editor 如何做到这样无缝的循环呢？好，我们先把它存盘，然后呢，进一个新的文件。X 键把这个默认立方体先删掉。在这个教程里，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加的是 torus 一个圈儿，但事实上呢，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动态都是用一个 curve，OK，一个这个曲线来建立的 curve 的 path 路径。好，大家看见这里已经添加了一个路径，对吧？然后呢，我们在 Y 轴 rotation 这里改它竖起来90度。OK， 然后呢，把它变成0.5 ，XYZ 轴 ，X 0.5这么短 ，OK， 这么大。跟着呢，数字1摁一下，数字1键看 ，Ctrl A，Apply All Transforms。这样的话，刚才我们这些改了的数字就变成了原始数字啊，就变成回原始的数字设置。跟着呢，我们就可以加一个圈了，先加第一个圈，Mesh Torus，OK。然后呢，这个 Torus 呢，在这个工具下叫做 Object Constraint Properties， 点击进入，这时候呢 Follow Path， 让它跟着这个路径走 ，OK。所以呢，我们 Target 目标就是这个 Path， 大家可以看见它现在在上面，对吧？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一会儿的动态用 offset 来实现。我们先把这个变成底下100 offset 100，OK， 它在这个路径的这个支点的底下。跟着呢，我们可以Shift加 D 多一个它001多了一个，大家可以看这里多了一个001，然后呢，我们把它 offset 改成-50。OK， 好，这是第二个。然后呢，再Shift加 D 多一个，好，002也有了，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 offset 呢改为0。好，现在3个都出来了。时间针，我们把结束时间针改到50帧 ，Enter， 然后时间针要拖出来，然后再拉多一个界面是 Graph Editor， 我们要进入 Graph Editor 来操作，让它的时间更没有，就是更流畅、更圆滑一点，是吧？我们先把时间针设好，好，都是先把时间这里呢从0开始，时间针从0一直到50帧 ，OK。先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圈开始，好，它第一个是0，对吧？然后呢，我们先把它这些时间针先打开，把它的这个 offset 的时间针打开，第二个也是打开，第三个也是打开 ，OK。然后呢，再从第一个开始，在第25帧的时候我们给它 offset -100。OK， 然后呢加针，好，然后呢，这个最顶上的那个也是最顶上那个一会儿再搞啊。我们sorry， 这个25帧的时候，它说 offset 是-100，然后我们回到50帧的时候，它的 offset 回到0。OK， 好，然后呢加针是这样子，然后呢到最顶上那个，最下面那个也是这样做，先从零帧开始，它一0帧的时候我们先不改这个0帧的时候，它不是-100吗？然后呢，在25帧的时候 ，OK， 改为0，然后加针，在第50帧的时候 ，offset 又回到-100，加针 ，OK。我们这样的话呢，
播放一次，你就能看到这两个呢，其实就是这样换位置，对吧？就互换位置。好，现在呢，我们到第二个，呢，也是从0帧开始的时候，它是-50，对吧？然后呢，我们在12帧的时候，给它一个-100，然后加帧，好，然后在第30帧的时候，OK，给它一个0，加帧，好，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它就是这样了，啊，互相交换一下，啊，但是呢，它是有停顿的，对吧？哦，还有在第50的时候，然后在第50帧的时候，第二个啊，还是回到-50，哎，-50 ，OK， 好，我们再播放一次，给它加帧啊，就这样子 ，OK， 好了，然后呢，我们到下一步呢，刚才说过用 Graph Editor， 所以呢，我们从一个一个的做啊，先进入 Graph Editor， 把它拉上来一点，然后呢，点击 Normalize，OK， 然后跟着我们右键选 Interpolation Mode 啊 ，Interpolation Mode 的贝塞尔曲线，这样的话你就能看见它们的这个顶头这个线，这里顶头的线，对吧？然后呢，我们3个都这样做，Bezier， 然后呢，下面那个也是 Bezier，OK，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线哈。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3个圈它首尾的线，先从底下的开始，首尾的线一个啊，这里带头的这个线 ，OK， 然后 S 键就是缩小的意思 ，S 键，然后呢把它往内推，啊，往内推变小，然后呢这边这个就是首尾啊，这样子下来的嘛，是吧？首尾的线，左手序键，右手鼠标左键，把这3个点都选了，刚才那个也是这样，把它往内推，变缩的比较小就行了 ，OK。然后呢，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刚才已经把它，好，我放大一点看啊，2、3 ，OK，S 键把它缩小，好，到这个。左手序键，右手鼠标左键 S 键把它缩小。OK， 好，到下一个也是，看看它在哪儿。它呢，这是在它呢是这样一个下的，所以呢，我们是选它最顶上这个点和这个把手和这个把手上面这2个把手啊，因为它呢跟上面和下面这2个不同，上面和就是第1个和第3个呢。它是往这样凹，而中间这个呢往这样凹 ，OK，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然后所以呢，我们就要选它左右往上的把手 ，OK， 好 ，S 键缩小，到这个也是一点的时候，它这个把手的这3个点就会出来，然后呢，你就一个一个序键把它全选了，然后 S 键把它缩小，好，这个就搞定了啊！好，我们再播放一次啊，就这样。OK， 好，跟着呢，我们把它3个都加一个细分修改器，Viewport 变成2，这样的话它就光滑了啊。顺便鼠标右键Shape Move 让它光滑。OK， 这让它细分，然后鼠标右键啊 Shape Move。好，到这个也是加细分修改器 ，Viewport 变成2。已经看起来光滑了，跟着鼠标右键 Shape Move，OK， 好，跟着呢，我们再选下面这个圈儿，给它变成大大小小啊。所以呢，在这里这个位置啊，位置设置这里可以变大小，位置设置这里先选最下面这个圈，在我们回到时间帧的时候，好，我们把时间帧在第12帧的时候，大家可以看见12帧的时候。我们可以
scale 1都是1啊，打开针它就原来大小。然后呢，让它到25帧，25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它变小。好，所以呢就是3个数字一起选，打个0.4 Enter 往下一拉就3个都改了。然后呢，给它打个针，对吧？它就变小了。然后呢，再到40帧，就是它们中间的位置啊，我们再把它变成0.4，还是0.4，给它加针。然后到50帧的时候，让它变回1。OK， 然后呢加针。好，这第一个。同样在它下面这里呢，也是把它 offset 这个隐藏，然后呢我们鼠标右键同样用背驰虚线啊，同样的把它做成刚才那种把它这个点这些1个2个，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把它这个都给选了。我们先鼠标右键看看变成杯子没有啊？等一下啊。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隐藏，然后呢把这3个点都给选了。OK， 然后 S 键把它缩小。好，这个也是把这3个点都给选了，然后 S 键缩小。好，这个做完了，对吧？跟着到第二个。第二个呢是它的时间针。第二个呢，我们要把时间针给拉出来。然后呢，到第12帧的时候 ，OK， 在第12帧的时候，现在是 TERS 001。我们先到0帧吧，先到0帧。然后呢，我们不选这个，我们先选最上面那个，因为刚才下面那个已经选完了。然后呢，我们选最上面的那个。然后在第12帧的时候，因为在选最上面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的这里先把这个值改为0.4，然后加针。然后到12帧的时候，也是0.4，给它加针。可以看见它变成中间变小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到第45帧，45帧的时候，它在上面，对不对？你可以把它变得更远一点点上面一点，然后呢，把它变回1。OK， 然后呢加针。OK， 然后第50的时候，又把它变小，把它变回0.4。OK， 又加针。好，又变小了。然后呢 ，Graph Editor 也是这样做，把这个 Offset 眼睛隐藏，然后鼠标右键变成 Bezier， 然后呢，我们把它的这个线，因为我的线呢拉的有点短所以呢就看得不大清楚。就是这条线其实是这个1个、2个、3个 ，OK。然后呢 S 键让它缩小，还有这个 OK， S 键让它缩小。好，这一个。好，跟着呢我们再选另外一个，从0帧开始。别忘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存盘了整个文件存盘。因为我就不存了。然后呢，跟着我们选中间的 TERS， 在0帧的时候 ，OK， 0帧的时候给它scale 0.49， 好，加针。好，这样的话你可以看见这个小，这个大一点，这个再大，是吧？然后呢，到2帧的时候，2帧左右的时候还是0.49，给它加针。然后呢，到12帧的时候 ，OK， 12帧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变大了，因为它在最底下了嘛，变1加针。当然也随着你自己喜欢 ，OK， 现在就变成这样了。好，跟着呢到20帧，20帧的时候呢还是1
让它加针。然后呢，到大概48、49、50帧左右的时候，可能要到48到49左右，哎，刚好在中间。这时候呢，给它又变小0.49，加针。OK， 好，现在这里做了以后啊，又是 Graph Editor， 我们先把它隐藏，跟着呢，又是变成背景，好，然后又是这几个点啊，看看它这个是这样子搭下来，所以呢，我们选这一个点，两个，哎，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然后 S 让它缩小，好，然后到这个点，哎，这个点 ，OK， 这个点，然后呢，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然后呢，再 S 让它缩小 ，OK， 好，跟着呢，我们这里 Graph Editor 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播放来看看怎么样，播放看看，好，好，连续的、连贯的这个圈圈就搞定了，对吧？好，跟着呢，我们就到下面，这里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设置 Camera， 点击 Camera。啊，这里点一下 N 键出侧面来，这里鼠标点击 View 啊，我这插件太多了看不清楚，然后呢勾选 Camera to View 啊，然后呢怎么样啊？然后这很重要了啊，点击中间这个柱子啊，就是这个 Path， 然后在位置设置这个工具下，我们把它在摄像头内看看它怎么旋转好看，就把这个怎么旋转 OK。好，我们是在摄像头内，你可以先把它是这样转呢，还是这样转？好像这样转好看一点啊。然后呢，再往下一点，再这样转。好，这样好看一点，对吧？然后呢，鼠标滚轮让它放大到一定阶段。然后呢，摄像头这里也可以设，点击 Camera， 这里也点 Camera，Shift X 鼠标左键按住 Shift X 左右，刚好把它摆中间。好，这设置完了，勾选关掉，按键进侧背栏。跟着呢到外面 Render 的设置，我们先把这些打开，然后呢世界背景搞一下啊，先把 Viewport Shading 打开，然后呢我们把世界背景 Color Environment Texture。世界背景，然后呢，在 polyheaven.com 可以说啊，这里 polyheaven.com 是一个立体背景的免费网站，直接订 HDRIS， 这里你可以找到任何的这个这个背景来下载，随便点击一个啊，这个是 coming soon 的还没来，然后呢，我们可以随便点击一个，然后点击下载，就会在你的下载文件夹里有一个叫做HDR 或者像这里啊。HDR 或者 EXR 为结尾的文件的图片文件啊，这就是polyheaven.com 的一个什么啊，然后呢，我这里呢我就不需要了，我就用回我原来的那个，大家可以把它放到某个地方去统一管理，那下一次你找呢就不用直接就可以找到。你看我自己建立一个文件夹是吧？我就要做了一个了，选来这个变蓝框，然后 Open Image， 这样的话呢，到后边就有光线了，对吧？你就有光线了。然后呢，我们就做这个圈的材质，进入 Shading， 这里点击摄像头，这里点 Viewport Shading 啊，然后呢，这里给它一个新的材质，在这里呢，我们给它这个渐进色材质，所以呢，我们加一个 Color Ramp 啊 ，Color Ramp 呢对，如果大家对这个就是对这个材质节点不懂的话啊，新人，那你就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列表60，这里前面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包括虚幻引擎、人工智能 AI 怎么使用啊，然后还有虚幻引擎的 Twinmotion 的教程和预览都在这里面啊 ，Twinmotion 的，而虚幻引擎呢就分类了。还有 Blender 最基础系列教程，我说的是在第2页。这个 Blender 最基础系列教程2，这里就有材质节点，到底它刚才我加的这些节点有些啥作用呢？
这里就有 OK， 大家就可以进来这里来看。好，我们现在这里呢可以加 color wrap， 就是可以多彩颜色的啊，然后呢粘到它的 base color。还有一个呢，如果我想让它有点反光啊，所以把 roughness 调小，然后呢再给它一个透明，把 transmission 调高啊，然后呢就看到像手镯一样的啊感觉。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 color wrap 的颜色稍微设置一下，蓝色，这里可以稍微给它一个红色，然后呢再加多一个，给它一个绿色。OK， 现在呢只显绿色，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 gradient texture， 就是一个渐进色 color 粘上 fat， 这样的话这渐进色就出来了。当然你还可以调这里 lining 啊 easing 啊，看看有什么这个设置能让你的更好看一点，那我就用 lining 就行了，看随便你是吧？这个颜色你还可以再浅一点，都可以设置成啊。好，我们就再把它的这个透明度增加 OK， 然后把它 roughness 可以增加减少啊。然后呢跟着到第二个环呢，你可以再选回它这个 material 001，然后给它复制一下 OK， 然后呢把它的颜色怎么调一下，怎么调呢啊？点击这个 gradient texture Ctrl 加 T， 这呢是一个插件，是在 Edit Preferences 以后设置，是 Blender 的一个插件 Add-ons， 是 Blender 自带的一个插件，叫 No Wrangler， 大家把它勾选了以后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当你点击最后一个节点，这里出现白框，按 Ctrl 加 TUV 的 T 键，就会出来 Mapping 和 Texture Coordinate 两个节点，这时候你就可以调这里，调这里，让你的第二个镯子啊，这个我说镯子总是可以的啊，第二个镯子看看能不能让它的颜色给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不要跟第一个那么像，对吧？就是这不就不一样了吗？对吧？这就不一样了。然后呢，到第三个镯子，你也可以同样这样做，选第二个 Material 002，然后呢再换。如果你忘了 Copy 的话呢，它会是一样的，大家看到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一定要摁一下 Copy 变成 Material 003，然后呢你才改。这个红色有点没那么好看，我改成浅粉色吧。OK， 好了，现在呢3个都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感觉，你别忘了存盘啊，存盘。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背景板变成就是透明的，就在 Film 这里勾选 Transparent 就可以了啊，跟着你播放 OK， 好，就循环的，直到这里才卡一下啊。OK， 好吧，然后呢，我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了啊，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和在 B 站就是视频右上方有管视频右下方，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明天再见，拜拜。